100多年的戏台，就在我们的探灵总部的外面，看他们是不是会因为你的表演而被吸引来。第2季的周公讲鬼哪里有鬼？我们的艺人素人，来自各行各业的嘉宾，将和大家分享在特定场所、地方或区域的灵异经验。我们不是在鼓吹迷信，而是让观众朋友知道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空间的存在。嘉宾朋友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，信不信由你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舞台。那剧场工作者很容易就会毛骨悚然、汗毛竖起，然后呢，剧院呢都没有阳光照射进来，很容易聚集所谓的鬼魂。我个人的看法是，它的整个这个空间的设计是要封闭的，都要这个演员们要 focus 要专注嘛，所以整个环境就让他们把他们的感应力打开了。所以说，当演员一入戏，有这个可能性，就是说可能就吸引到灵体，甚至有些演员他入了戏之后，不可以没有办法抽离出来啊。对，而且有音乐，没错，然后有灯光，然后各方面的配合，对，更容易吸引到就一个放大器，把这个感应力放大。所以今天我就请来2位哈，就是跟舞台剧啦、戏曲啦有关的特别嘉宾。来了，哎呦！为什么每次会选择在这种阴阴森森的地方接我们的特别嘉宾呢 ？Hello， 韦俊忠。Hello。哇，终于见面了！来。特别的地方。哇哦，迫不及待。阴森的地方接我们的嘉宾。哇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这2位特别嘉宾呢，都是我很久没有见的朋友，一个比一个久。在我旁边的是沈伟俊，我跟伟俊上一次见面是2014年，好像是你得了2015年，就是你得了奖之后，对。然后呢，我们联系你，然后你来972，我们访问。是。另外一位更恐怖，坐在后面的，我上一次见到他呢是25年前，应该有哎，有吧？有啊。你刚刚毕业嘛？对。我记得是2000还是2001年？对。我人生的第一个独角戏是。然后Joe 他有来帮忙。哦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每一次碰面呢，都是跟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系，就是舞台。哦。我们都是呢在舞台有一定的经验的人，所以我们都知道一般上呢，我们在戏开之前都必须要拜台。是。像我在剧团的时候啊，我是从舞台剧开始的嘛。我觉得我们可能华文剧社的哈，就是中文剧社的，或者是你们演地方戏曲的戏班的，都还会保留这个传统。是。所以我想问一下 YC 老师啊，一般上呢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传统？我们就是要拜台。如果你看每一个籍贯，他们的戏班，他们都有自己的祖师爷的。例如可能广东人的是华光大帝。他们对这个戏台，对这整个行业是非常尊重的。为什么尊重呢？因为戏台也好，这个戏班也好，这个做呈现这个戏也好，都是一个集体的潜意识、空间、文化、情绪的交汇点来的。所以以示尊重，他们就有拜台的这种仪式。那伟俊有没有故事你这里要分享的吗？像我的前辈有跟我说。因为我们以前的戏班呢，在台下就会围起来，成为一个洗手间，就方便我们去尿尿。对，所以有一位演员呢，花旦，我们戏班的花旦，他就上洗手间，然后一半的时候呢，看到了一尊神明，但是没有头，他很怕，很慌。那过后呢，他就一直生病，就在他面前。是。
他就一直生病，一直不会好。昨天晚上我才问他，为什么会遇到？他有说为什么吗？就是刚好碰巧遇到，而且有些时候，在我们演接戏，我们的树也有所谓的树精，你有听过吗？有树精，所以可能不小心就是他尿在那个树精的范围，然后也没有之前没有好像好好的跟树精先申请，这样子就可能上了身，然后就病得很严重。哇，这是真的戏班发生的真实故事，而且是我认识的。那 Joe 有没有经历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？我有曾经发生一件事情，但是我没有真是看到，但是我感觉到。怎么说呢？你可以分享吗？我就在一个 hotel 啊，那个时候我在工作，然后我在上海的时候，没事做，然后我就喜欢做脸谱，我就做了很多 mask。就是脸谱啊，有不同的 mask， 然后因为我打了几层，所以我每一次下班的话，我就回到房间，我就是专注在做。那有一天突然间我在睡觉了，我就累了，我就睡觉。那有一个门铃响哦，它直接叮咚，直接到我的耳朵，你知道吗？我吓醒了，我是不是迟到了？我是不是迟到上班还是什么？忘了上班，所以我的同事来按门铃。可是我因为是冬天，我的房间是开暖炉的，是热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走到门那边，就是那个厕所，你知道，好像来 hotel， 你酒店你进来，你的洗手间和那个门，突然间那边是冷的，你知道，比如零下的那种冷。可是我的房间是开着暖气的，哇！我一走到那边，我感觉好像我是进了不懂什么哪一个空间，然后我就起鸡皮疙瘩，然后我的心跳很快。我就在门口看了那个 people 来，我就看没有人，没有人。然后我就说谢谢你半夜12点叫我起床尿尿，但是我的心跳还是很快。然后我走回去的时候，就我看到我的面具，对吗？就我觉得有点不舒服，所以我就拿布盖住那个面具，所以我就躺在床上的时候，他才平静下来。哇，有另外一位演员，我不晓得你们认识苏毅，认识，对，潘思静认识。他其实是演一个道士，但是他必须要分饰另外一个角色，所以他赶快就披了一个白纱，就变成鬼，但是那个道士的妆其实还在他的身上。他要过那个桥的时候呢，他觉得他不是自己。他就往下看哦，他看到的是一个女生的腿，哇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双绣花鞋，哇，他说那个时候他真的很怕，然后整个人一片空白，然后走过了那条桥，再走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想到他身上有那个叫什么桃木剑吗？那个是真实的桃木剑，他就说好，他就把手伸过去。就是要把那个桃木剑给拔出来的那一刻，走完了之后呢，他感觉到自己了，他再往下看，是他自己了。那双绣花鞋，那双女生的腿，都不见了。所以对他来讲，那是一个很难忘，而且很恐怖的经验。有时候这些舞台啊、剧场啊，真的有很多没有办法解释的怪事发生。所以我们常说，我们看街戏，美其名是说演给神明看，是，但是很多时候呢，也是演给他们看，是。而且这个舞台呢，这个戏台呢，超过100年的历史，你说没有是假的，我们要到了。金榜挂米呀西，苏三离了红铜鞋，枪声来在大寨前。100多年的戏台就在我们的探灵总部的外面，哇！所以我马上给你们这个任务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伟俊，我想你就直接穿上戏服，然后呢上台表演一段，看他们是不是会因为你的表演而被吸引来。之后呢，我们都为你准备了白素贞跟小青的这个木偶。等一下呢，
就轮到你表演的时候，你可以表演这个。我可以表演另外一种木偶吗？怎么样？就是脸谱偶。脸谱偶啊，就是戴着面具，然后整个形体的表演，那更好，对吗？更逼真，他们更会来。OK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看到很认真的伟俊哦，全副武装，就是希望可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吸引他们的到来。我要跟所有在看节目的朋友说，我们一点都不马虎的。OK， 首先让大家看一看现在的时间哦，大家看一下哈，现在的时间是午夜12点35分，我们就是等到午夜之后才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活动。那瓦西老师，接下来这是2段表演哦，你有做怎么样的准备吗？首先就是因为他们在戏台嘛，所以来看戏，所以我们会准备了一张这个长凳子，所以凳子上面呢会摆放了一个 EMF 探测器，还有一个 voice recorder， 就是录音器，就是说任何灵体想要来看戏的话，他们如果触动到那个座位的磁场，这个2个仪器就会感应到。也就是说，你会放那个录音器，是他们有什么想要说的，对，也可以通过那个录音器讲。有时候可能当下我们听不到一些声音，但是录音器可以捕捉得到。是。那你跟桌会做什么？我们也不会闲着，因为呢，我们会在台的四周围去拿着这个温度计，还有另外一台这个 EMF 仪器，探测四周围的一些状态，看它有没有一些反常的一些讯息给我们。那我们就开始吧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在这里等你们。OK， 那我去准备哦。好，加油！我过了虎度门就变成武生了。其实刚才穿的那个戏服，风就突然间起了。对，整晚都很热，就突然间就是它。是，刚才我在那边哇，好热好热，突然间他一走的话，那个风就来了。对。我的天哪！是要告诉我？哇，如果真的有拍到任何的这个反应的话，那也是很恐怖的一件事。他突然间闪了一个，不要紧，我们有，你看，有点不寻常。你们看到啊，看伟俊已经开始了。你看他现在先拜台哦。哦，来了。对，这种是，这个还 OK， 就突然间闪得很厉害，就有点不寻常。OK。主要是我们要看到它不稳定。如果它很稳定的一直在保留在黄色、橙色的这个范围，就有可能是作为一些电器造成的。哦，好紧张哦！如果伟俊等一下开始表演的时候就起大风，这证明什么？他们来了。因为通常他们民间的说法是，做大戏的时候前排是他们喜欢聚集的地方 ，VIP 位，VIP 位就是这里，VIP 位。你看我们在讲的时候，他一直在跳哦。哇，伟俊开始表演了。我刚才这边有个闪，有闪啊，有闪一下。如果没有错的话，我没有。Oh my god！ 起大风哎，真的起大风哎！有吗？有，现在也有。有。Oh my god！ 哇，好感动哦，他们都来了哎。所以不要说没有。其实刚才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我有拿着这个仪器到处走，都很平静，因为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会干扰到这边的磁场。OK。呀。立國大將，點色掃清，咩花立國酷風，聲響靈閃大氣，以紅掃清，為立國成事嘅，見義回家，集連良聽，年節表了，來，別來。又起风了，又起风了。有时候他们没有闪，不代表他们不在啊，只是说他们没有造成一些干扰。对，伟俊越专业，他们就越开心。
一直在闪，一直在闪，而且它很不规律的闪，有时候红色，有时候黄色，有时候1、2格，有时候3、4格，这种才比较难解释。如果它很固定的，就证明这可能附近有电线啊，还是电器造成的。哦，这种一闪一闪就有点没有规律的。OK 呀，伟俊的演出已经结束了，你看观众都散了。一结束了就没有反应了。太巧了，真的太巧了，这个观众回应，好说对，散场了，啊，鼓掌，好棒！探测一下我这边哦，我刚才发现到一个现象，真的，在你表演之前，我感受到有人踩上这个车，真的3次，我很自然反应就是sound man， 我转过去，可是sound man站在外面，哇，他没有踩上来。哇！他们都挤在这里看你的表演，所以我觉得除了这里，那里都有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你一亮相的那一刻就起大风，有，是，特别强，是之后才停下来，是特别强的风。其实我是担心会影响表演，没有，你一亮相特别强，你一开始讲你的台词又再来多一次。有，你怎么去？太巧了。对呀，你说这是巧合，我不觉得。那现在轮到你了，就好。哇，这个面具呢，交给你了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个100多年的老戏台，要呈现2种不同的表演：传统戏曲，还有 Joe 的现在非常新颖的一种形体表演。戴上面具的一个形体表演，那到底哪一个表演呢，会让他们喜欢呢？我们不会知道的，只有在表演的当儿，我们才会看到反应跟他们的回应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对，好兄弟们，是今晚应该是大概要凌晨1点钟了，特别邀请到新加坡非常优秀的舞台剧演员郭佩珊就。好，希望好兄弟也会为你掌声。谢谢。好，来掌声鼓励鼓励。Enjoy the show， 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又起风了，又起风了。你是说刚才我表演的时候还是跟Joe？你一开始表演的话，他就开始闪了，好像现在，你看现在 Joe 在开始了，他又开始闪了。刚才你结束之后，我们回到探灵总部的时候，我有观察到这边是平静的。哦，对，就很奇怪。你现在他也有反应。是。我就跟 Joe 讲，这里是 VIP 嘛，有灵体是吗？通常我们戏曲是那个凳子第一桌是空着，没错，就是特别安排给好兄弟。对，VIP 戏就给他们嘛，前排。对，那这里是更加的 VIP 啊，开始闪，有闪，开始闪。我已经做完了。这好兄弟没有太大的反应，因为他们看不懂，可能是现代表演，可能你要来多一段戏曲的。这里的灵体都是比较传统、比较老一辈。是。你的表演太现代了。重庆那边没有声音，我有点担心。我们过去看一下。我发现到你结束的那个部分呢，我突然间看到伟俊的，他手上拿的那个仪器，突然间有反应，然后镜头一转，原来你刚刚结束，我觉得那个部分是他们给你的掌声，所以还是有人懂得欣赏的，直到你一结束了，然后他才开始有反应，我觉得那是掌声。还有你一开始表演的时候也起风哦。哇，有吗？有感觉我起大风，所以你看，不管怎么样的表演，还是有人欣赏，是多是少而已。对，而且你说今天这是巧合的话，我怎么去解释？都是在你们开始表演的时候起风，第2次伟俊在讲台词的时候起风，我这里就是有人上来的那个震动，怎么去解释？所以我觉得，这100多年的戏台不是开玩笑的。肯定的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他们的存在。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懂得
怎么去尊重他们。是。尤其是现在是农历7月哈，看到什么祭品啊什么，不要去乱讲话，不要去乱踩，要有敬畏之心，啊，因为我们证实了一切。